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场关于智能时代，关于我们自身思维与行为变革的精彩分享。这场分享基于一本极具前瞻性和深刻洞察力的书籍《智能时代》。这本书的作者是作者姓名，一位在科技思维研究领域深耕多年的杰出学者。他凭借着对科技发展趋势的敏锐洞察力，以及对人类思维模式转变的深入研究，撰写了这本在当今时代犹如灯塔般的著作。在当今这个时代，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仿佛站在一个巨大的变革漩涡之中，而《智能时代》这本书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这个时代、把握自身命运的全新大门。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科技发展的书，更是一本关乎我们如何在这个智能时代生存、发展乃至实现自我超越的指南。其关键价值在于，它能让我们拨开智能时代看似复杂而令人迷茫的迷雾，看清科技发展背后的本质规律，从而调整我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以更好地适应这个时代，甚至引领这个时代的发展。它对我们可能带来的显著影响是深远的，无论你是职场人士、学生、创业者，还是任何一个渴望在这个时代有所作为的人，都能从中汲取到宝贵的智慧和力量。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智能时代，我们人类是否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这个问题曾让无数人陷入沉思和担忧，但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名人事迹，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埃隆·马斯克，这位在科技领域极具影响力的企业家，他不仅积极推动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同时也对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有着深刻的思考。他曾说过，我们需要对人工智能保持谨慎，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与它共舞。他并没有因为对人工智能的担忧而停滞不前，相反，他不断探索着如何利用人工智能为人类创造更大的价值。这就像是在智能时代的浪潮中，他选择成为一名勇敢的冲浪者，而不是被浪潮淹没的旁观者。那么，我们是否也能像他一样，在智能时代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呢？以智能时代的核心本质，数据与算法的交响曲。智能时代首先向我们揭示了智能时代的核心本质，那就是数据与算法的完美结合。从概述来看，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被数据包围的世界，每一个行为、每一次点击、每一笔交易都在产生着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就像是这个时代的石油，蕴含着无尽的宝藏，而算法则是挖掘这些宝藏的工具。它能够从海量的数据中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发现隐藏在其中的规律和模式。从心理学原理来讲，人类天生具有对规律和秩序的追求。当我们面对看似杂乱无章的数据时，内心深处渴望找到一种能够解释和预测的方式。算法就满足了我们这种心理需求，它给予我们一种掌控感，让我们觉得自己能够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在应用方面，企业可以运用数据与算法来进行精准营销。例如，亚马逊公司通过分析用户的浏览历史、购买记录等数据，利用先进的算法为用户推荐个性化的商品。这不仅提高了用户的购物体验，也大大增加了公司的销售额。据统计，亚马逊有 35% 的销售额来自于它的推荐系统。这就是数据与算法在商业领域的强大力量。书中提到，在智能时代，数据是新的力量，而算法则是运用这种力量的智慧。这句话深刻地阐述了数据与算法的关系。我们只有深刻理解并掌握这种关系，才能在智能时代的商业竞争中脱颖而出。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数据与算法也无处不在。比如，我们使用的各种手机应用程序，它们通过收集我们的使用数据，利用算法来优化功能，为我们提供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也可以利用数据与算法来管理自己的时间，通过记录自己每天的时间分配数据，利用时间管理算法找到自己的时间浪费点，从而提高时间利用效率。2. 智能时代对人类思维模式的影响，打破传统，拥抱创新。智能时代对我们的思维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传统的思维模式在新兴科技面前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我们需要打破传统，拥抱创新思维。从概述来说，传统的思维模式往往依赖于经验和直觉，而智能时代的信息爆炸和快速变化使得经验有时会成为一种束缚。创新思维则强调突破常规，从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类的大脑天生具有惰性，倾向于遵循已有的模式。但当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这种惰性可能会导致我们错失机遇。创新思维需要我们克服这种大脑的惰性，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应用上，以教育领域为例，传统的教育模式注重知识的传授和记忆，而在智能时代，我们需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例如，芬兰的教育改革就体现了这一点。他们减少了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和合作学习。在课堂上，
学生们不再只是被动的接受知识，而是通过参与各种项目式学习活动，运用创新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这种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具有创造力和适应能力。书中指出，智能时代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只有那些敢于打破传统思维模式的人，才能在这个时代找到新的机遇。这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对自身思维模式的审视，勇于尝试新的思维方式。在商业领域，创新思维更是至关重要。以苹果公司为例，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最具价值的公司之一，关键在于其不断创新的思维。从 iPod 到 iPhone， 再到 iPad， 苹果公司每一次推出的新产品都打破了传统的产品设计理念，引领了行业的潮流。这种创新思维不仅为苹果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也为整个科技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3. 智能时代的人际关系，虚拟与现实交织。智能时代的人际关系呈现出一种虚拟与现实交织的复杂状态。从概述来说，随着社交媒体、即时通讯工具等网络平台的发展，我们的人际关系网络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我们可以轻松地与世界各地的人建立联系，但同时也面临着虚拟关系带来的挑战。从心理学原理分析，人类是社会性动物，需要与他人建立联系，以获得情感支持和归属感。然而，虚拟关系与面对面的现实关系在情感交流的深度和真实性方面存在差异。虚拟关系可能会让我们产生一种虚假的亲密感，而忽略了现实生活中真正的人际关系维护。在应用方面，在职场中，智能时代的沟通工具改变了团队协作的方式。团队成员可以通过在线平台进行远程协作、共享文档、进行视频会议等。但这种虚拟协作也要求我们更加注重沟通的技巧和团队成员之间的情感连接。例如，在远程团队中，定期的线上团队建设活动就变得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团队成员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增强团队凝聚力。书中提到，智能时代的人际关系就像一张巨大的网，虚拟与现实相互交织。我们需要学会在这张网中找到平衡，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过度依赖虚拟关系，而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在个人生活中，社交媒体也对我们的人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与朋友保持联系，分享生活点滴。但同时，过度沉迷于社交媒体可能会导致我们与身边人的关系疏远。我们应该合理利用社交媒体，将其作为维护现实人际关系的一种补充，而不是替代品。4. 智能时代的职业发展，技能与适应性的双重考验。在智能时代，职业发展面临着技能与适应性的双重考验。从概述来说，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使许多传统职业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同时也催生了许多新兴职业。我们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技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职场环境。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类的心理往往具有惯性，对变化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但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智能时代，我们必须克服这种心理惯性，培养自己的适应能力。在应用上，以医疗行业为例，随着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医生们需要学习如何与智能诊断系统协作。例如，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等智能医疗设备的应用，要求医生们掌握新的操作技能和与机器协作的技巧。同时，医疗数据的分析和管理也成为了医疗行业的重要技能。医生们需要学会利用大数据来分析病情发展趋势，提高诊断的准确性。书中指出，在智能时代，职业发展的关键在于持续学习和快速适应。这告诉我们不能固步自封，要时刻保持学习的热情和适应变化的能力。在职场中，技能培训和学习平台变得越来越重要。企业需要为员工提供持续学习的机会，帮助他们掌握新的技能。例如，许多大型企业都建立了内部的学习平台，提供各种在线课程和培训资源，让员工能够随时随地学习，提升自己的竞争力。5. 智能时代的伦理与道德，科技与人性的博弈。智能时代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变革，还引发了深刻的伦理与道德问题。从概述来说，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涉及到个人隐私、数据安全、算法偏见等一系列伦理问题。我们必须在享受智能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思考如何确保这些技术的应用符合人类的伦理道德标准。从心理学原理分析，人类在面对新技术时，往往会先关注其带来的好处，而忽视了潜在的伦理风险。但随着对技术理解的深入，我们开始意识到伦理问题的重要性。在应用方面，在数据隐私方面，欧洲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CAPA 就是智能时代对数据隐私保护的重要举措。它规定了企业在收集、存储和处理个人数据方面的严格规则，保障了用户的隐私权。在算法偏见方面，研究人员正在努力开发更加公平、公正的算法。例如，一些算法在招聘过程中可能会因为训练数据的偏差而产生对某些群体的歧视，这就需要我们在算法设计和数据选择上更加谨慎。书中提到，智能时代的伦理与道德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科技的发展不能以牺牲人类的价值观为代价，这提醒我们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要始终坚守人类的伦理道德底线。
在社会层面，关于智能技术的伦理讨论越来越热烈，各国政府、学术界、企业和社会组织都在积极参与到这些讨论中，共同探讨智能时代的伦理框架和道德准则。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多方参与的机制，确保智能技术的应用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综上所述，《智能时代》这本书为我们深入剖析了智能时代的各个方面，从数据与算法的核心本质，到思维模式、人际关系、职业发展以及伦理道德等各个层面的变革与挑战。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思维框架和行动指南，帮助我们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我呼吁大家一定要阅读这本书，并积极践行书中的习惯。让我们像勇敢的冲浪者一样，在智能时代的浪潮中乘风破浪。不要害怕改变，不要畏惧挑战，因为只有拥抱智能时代，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自我超越，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这个过程中，记住这句话：智能时代是属于那些勇于创新、敢于突破的人的时代。让我们行动起来，用智慧和勇气去拥抱智能时代，去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辉煌篇章。相信自己，你也可以成为智能时代的弄潮儿。希望大家在阅读这本书后，能够有所收获，有所感悟，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让我们一起努力，在智能时代创造无限可能。谢谢大家。